好，我们来画一个包菜的包菜形，其实它跟我们刚刚画的那一朵是非常类似的，它是一个圆，也是正面的，是一个圆，它也是正面的，但是画法完全不一样，但是里面用的花瓣基本上是一样的。好，我们画这个包菜形的也是一样，中间一个花心，中间这个是花心啊。那我们画包菜形的，我们把它分2层去画，2层，这个圆里面有2层，那这2层里面，我们把中间的这一块也分为4层，分为4块画，那这个4块，刚刚我们分4块是不是箭头往外展的？那么中间这个圆的4块跟刚刚那个什么形，跟刚刚的我们的那个太阳形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这个花瓣是镜头往里啊，往里，你看四周往里，四周都是往里去展啊，往里去包，四周都往里去包。那这4块的花瓣，我们待会儿去一块块的画，一块块的画啊。好，那里面一层往里包哈，外面一层同样的，我们还是分4块啊，直接还是分4块。那外面这一块就是大花瓣，大花瓣也往外展，大花瓣往外展，一个对立的，看到没有？这2个箭头是对立的，看到没有？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中间的一层包起来，外面一层展开的。那这两边还会有一些交接的地方。那我们待会儿我们画这个包菜形的怎么画？我们有3个步骤，刚刚我们画的那个太阳形的是最简单，它只有1个步骤，就是4块正反半。那这个呢有3个步骤，第一个是把所有的包起来的画完，然后包起来画完之后，把包起来这些花瓣伸出来反半加上正半，然后最后我们第3步才把这个外面展开的这个大花瓣画上去，这朵花才完成啊。分2层，但是3个步骤去画。好，我们要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什么？这个是包菜的啊。花瓣的大小变化啊，大小，颜色的深浅还是一样，颜色深浅，物象的虚实。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大规律，大规律是什么？花瓣的大小、颜色深浅、物象虚实，我们所说的这种立体感，就是用这些去体现出来的。这些就是画什么？画变化、对比关系啊，画它的变化和对比关系。来，我们开始。这个花瓣我们就不要再示范了，好不好？我给大家，因为我们前面这个花的花瓣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那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怎么画。我们还是调一点底色，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我们还是加一点底色啊，加点底色，它会颜色就是稍微的浅一点点啊，来调色，先调这个玫瑰红。玫瑰红，还有这个曙红，调点胭脂，分3块去画啊，3块。那第一块，分3步，然后中间的这一步分4块，3分4块。第一步这4块，第一块的花瓣我们这样子画。第一块的花瓣都是这样子的哈，都是这个背面的花瓣一层一层的这种花瓣啊，都是这种形状的。这个是第一个的，然后一层层的去叠加，这样子去叠加。我们画这个叠加的时候，我们要画是什么大小啊？你看这一层大，这一层小。然后我们再来一层，又来一层这种大一点。我们画的时候一笔推过来，然后点一下，然后再推，用这种形式画。
你看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匀，这样子的形式画这一块的花瓣，这样形式画。我们的笔尖尽量不要重复进去了，不要重复到这一颗花瓣，重复进去就会容易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水印啊。这一块是第一块的，中间的这第一块，然后画第一块就全部画成这样子哈，大小大小大小。那这里也可以伸出来一点点啊，有伸出来的，伸出来一点点角，这种可以伸出来一点点角。这个是第一块这么画，大概给大家示范一下。中间一层的第一块，这一层中间啊，这个是中间的第一层，中间第一块不是第一层了，中间的第一块这里的哈。那我们在第二块这一块啊，这一块的花瓣我们怎么画？这一块的花瓣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这个侧面的花瓣了。侧面的花瓣，第二块就是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我们怎么画？就是这个侧瓣呢，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就是这个花瓣。你看，包菜形和我们的正面的太阳形，还有我们的塔式用的花瓣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看用在哪里。那它也是一样的叠加，如果说是包菜的，它就要叠加了。那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叠加啊，一层大的，一层小的，然后你又可以再来一层大的，又来一层大的，还是这个侧面的花瓣。那这种都是一样的侧面花瓣，这是第二块啊，第二块我们就画成这样的侧花瓣，叠加起来，包起来，往里包起来，这是第二块，是这种侧瓣。那么第三块呢？第三块的花瓣跟这个是一样的。这朵花中间这一层的第三块的花瓣，其实跟这个差不多，只是我们的朝向不一样。我们往上稍微的窄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画的那种，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示范的这种窄一点的侧瓣啊，也是一层层的，有大有小，有大有小，那也会有一些这种叠加的，中间也可以来一层这种叠加的。小小的，那可以再叠加一层小的，又可以再来一层大的，让它有变化嘛。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一直说的，我们画画就是在画变化，呢。这个是第三块的啊，第三块我们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示范的这个大的侧瓣，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示范的那个小的侧瓣。那么中间的这一层的第四块怎么画呢？第四块啊，看着第四块其实还是侧面的花瓣。你看这个花瓣画来画去还是那些花瓣，只是说我们把它变化，稍微的变化一下，或者是用到哪里。好，我们画这一块的，你看这第四块的花瓣还是这个侧瓣，这个侧瓣有什么区别吗？微微的区别都差不多，只是这个宽一点，这个窄一点。那这一块我们可以再画更窄一点，我们就直接一笔下去啊，稍微有一点点，这边稍微有一点点波动就可以了，有一点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有一点点波动就可以了，更窄一点点。你看这些花瓣，或者是你更小，直接一笔拉过来就行了。那一笔拉过来就行了，是吧？这一块就一笔拉过来就行了。那这个侧瓣跟这个有区别吗？那像这些不够的，拉过来，我这是拉的很多啊，你可能画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多。那这三块啊，这1、2、3、4这4块的花瓣就这么画就可以了。待会儿我们去把它组成，待会儿我们去把它组织起来，把它。就四块的花瓣就这么画，是吧？来加一点点底色呢，笔肚里面有点点干。这个要转笔吗？哪个要转笔吗？这个不用转笔了，就是一笔下去啊。你看，就一笔，
笔尖由深到，你首先把颜色调好，一笔下去啊，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不用转笔的，不用转笔的这种笔法都不用转笔啊，都不用转笔，除非你画那种很大的花瓣才会转笔。那我们现在画这个中间外面，我们再画外面这一串的花瓣啊，外面这一串的花瓣，外面的一串，这一串画完是不是就完了呢？这一块画完了不对，这一块画完了，我们第二步要把所有的这种伸出来这种里面去补齐它。那我们现在去补一下，那现在还没有画完，中间这一层还没画完呢。中间这一层第二步，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伸出来的这个花瓣，伸出来这个侧瓣都补上，还是一样的，从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我为什么说反笔呢？因为这个侧面花瓣我们的笔是这样子方向画的，是吧？那反笔就是这样子反过来了，反笔从笔最深的地方这样子去补充，这个侧面的花瓣，补充正面的花瓣啊，补充正瓣。那一样的，从这个缺口里面去补一笔，可以再补一笔，可以再补一层。好，把这些侧面的花瓣都按照我们刚刚的方式去补上。那这3个花瓣有点类似了，是吧？有点类似，你就把它变化一下啊，你这里再来一层，直接包过来。好，补充颜色，那这里也是一样哈，你直接可以补充一个大大的花瓣，然后这里填一下。那补一个大的旁边，我们就要补一个小小的，是吧？让它有大小的变化。我们一直在说的变化，小的旁边又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那这样去补。这里面也是一样，把这些所有的伸出来的都补上。这个是我们画包菜的第二步，这里也是需要补一个的。这只要伸出来的也都要补哈。一块块的教，大家应该都可以学会啊，像这种小的侧瓣里面，我们中间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去补上。这小的花瓣里面也是一样的啊，补上侧锋，补上，也是一样去补上。来，都补上它。那这个第二步把这个所有伸出来的，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伸出来的这个角，这个反瓣有伸出来角的地方全部补上正瓣。好，第二步那个是第二步啊。然后我们第3步画外面的这个大花瓣，外面这个大花瓣我们就加一点点水，笔肚里面干了就加点水啊。我不要每次在镜头下加，等一下时间会太长了。然后调色，那我们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调色可以调上一些啊，因为我们要画大花瓣，要笔肚要睡在这个纸上，调色要睡在盘子里调，画花瓣的时候要睡在花瓣上调。那这个大花瓣有一些是这样子啊，推呀、点啊、推，这样子哈，大花瓣都是一样的。那上面的有一些大花瓣啊，你可以这样子过来，过来，往后拖出这种大花瓣的这种姿态啊，看到吗？这种大花瓣的这种不规则这种边缘啊，然后我们回一下笔，从这个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啊，这个就是一个大花瓣。那你为什么要有起伏的动作呢？有起伏的动作就是为了让这个花瓣有这个变化，不至于说太圆了，知道吗？好，现在笔上干了。好，继续调色，3种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那这个大花瓣，那还有这个大花瓣还可以怎么画？还可以上去，哎呀，好大一片啊！然后这里再来一笔，2笔这样子配合，2笔相结合成一个大花瓣啊。回一下笔，这个大花瓣颜色有一点点深，那我们可以画一个浅一点点的大花瓣。那你也可以从这个
外面往下啊，外面往下也可以。好，这个大花瓣这么去画都可以。当然，我们真正画的话，可以颜色画的更浅一点点，不要画那么深。就是你要看画的哪里。如果说你画的这一个这个包菜的上面，你就画浅一点；画的包菜的下面，你就画深一点啊。就看你画到哪个地方，好，这个就是大花瓣。那大花瓣是不是全部都是大的呢？那也会还是有一些这种碎的呀，碎的还是这样子。推一笔，点一笔，推一笔，这样子去画了，还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就是你该要去补的，就是你要该去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花瓣都有哈。那你画这个外围的大花瓣，中间画一笔，外面点一笔，它就是一正一反的。再来看一下这一笔哈，再来看一下这一笔，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那你在补外面的这个大花瓣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你的笔要有提案才会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啊，缺口回下笔。然后你发现这个还要补充一个正半，补充一个反半的时候，你就这样补一笔就可以了。补一笔不太明显，你把这里加一下，把这个根部边缘这里加一下就可以了。它就是一正一反了。当你在外面画外面补充外面大花瓣去调整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你要有些花瓣你不知道花多大，你这样去点哈，这样点哈，点一下，推一下，这样子把这个花瓣画成你想要的大小啊，可以很宽很宽，就是你用点多了它就成了面嘛，是吧？点多了它也成了面，也成了一个大花瓣。这个花瓣示范完了，这个包菜型的就这样，我们按照这个步骤去把这个花瓣，把这朵花完成。好，我们现在按照这个分解，按照分解的把我们这一朵包菜型的花给画好。好，我们来随便找了一个位置来画啊，我也不知道画到哪里，按照这样子来画啊。这一块我们先画第一块，按照这个，我们按照我们的分解。来，这个底色是太白加3绿啊，现在已经不是太白加3绿了，我感觉，因为看前面我的笔上有这个红色的，不小心弄进来了，所以里面可能有这种红色在里面。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太白加3绿调的底色调稀一点，我们画深色的时候调稀一点。来，我们画这个往下包啊，往下包，推过来点一下，然后再继续推，好，推到这里可以再来一点，然后这边再加一点啊。我们上面再来叠加一层。好，我们的第二层从这个缺口里面开始下笔啊，从缺口开始下笔，然后往外推，好，点一下，往外推，点一下，过来，从缺口这里下笔，记得推出来一个花瓣啊，这一层就比较小一点点哈，我们画的时候还是仔细点，从缺口这里过来，来这一层我们就小一点点哈，这层小一点点，然后我们下面再一层，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好，我们再画一层，我们这一层就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哈，一层大，一层小，那么这一层往外延伸，延伸一个花瓣出来。
我们就画3层就可以哈。这个是第一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块啊，第一块，然后我们画第二块啊，第二块这个地方往上包一点点啊，笔上有点干，我们加一点底色。老师画完了一个，对啊，我都画完了一个，加一点底色，补充颜色啊，补充颜色。来，我们这边是往上包的哈，往里包，这里是花心，这里是画侧瓣，下笔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这个花瓣是不是经常有讲的这个花瓣，我们就用上来了，是吧？好，这个花的话，我们花瓣不要太多了哈，画的不要画太多了。那这里一层哈，一个的话，里面再来一层，里面这一层就是窄一点点哈，感觉它是从里面包过来这种感觉，里面一个层次让它叠加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现在是画的第2个，一边我们就画3个或者是4个就可以了。好，我们这里来一个小的啊，来一个小的，还是一样每一边。这里会不会太平了？太平了，我们再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好，这一边我们就画这么多，好吧？我们就画这么多，这一块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画这一块的，我们分4块嘛。好，这一边再往里包，还是一些侧瓣按下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还是一些侧面的花瓣啊。那只是说这些侧面花瓣，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勾一下。好，就是从4个方向，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往里包哈，都是这个花瓣都往里包。那这一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窄一点的，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然后这里可以来一个往外伸展的啊，往外伸展的就不要说我所有的全部都往里包，偶尔有一个往外伸展的。好，这个是第3块，我们的画的花瓣都不是说特别多哈，不是特别多。好，来补充颜色，好，我们再画这一块，我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个是第4块的花瓣，就直接画更窄一点的了，更窄一点的花瓣，让它更加有变化啊。那这一块我们还可以再多画一点啊，再画一层，等会儿啊，再画一层，这里再加一下，加一个小的，好，这里多画一点，让它这种层次更加多一点点。好，笔尖补充一点点。直接往下拖一下，这种还是这种侧瓣，按下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拖下来。你看这3块都是这种侧瓣，只是说它的形状都不一样啊，有变化。按下去提起来，那直接拖过来，就不需要它的边缘有太大的变化，然后直接拖过来，更窄一点的，那直接往上拖过来。好，我们这一块就画这么多，差不多4块的这种反瓣都已经画完了。那像这个缺口的地方，这个缺口的地方，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这里也可以再加一个哈，从这后面再包一个过来，好，从后面再包一个过来，就你后面你再有一些这种变化的地方，你可以再画一些这种伸出来的这种变化。好，那么这个包起来都画完了是吧？那我们现在要做第2步是什么？第2步把这所有的这种伸出来的这种反瓣缺口的地方，把这所有的这种有缺口还有缝隙里面，这缺口缝隙里面都去补充正瓣啊，
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水进来啊，加一点水。好，我们补充这个玫瑰红，补充玫瑰红。那我们现在画这个正半的时候，我们要颜色调多一点，调饱满一点，调久一点，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每次直播间都在重复的讲这个事情，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调久一点，然后调这个曙红。调曙红，那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不是说只要2个颜色。我们刚刚画这个反半的时候，只用了前面2个颜色。那么补充正半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点胭脂，让颜色更深啊，让颜色更深，这样子的它才会有颜色的这种层次和变化啊。然后补充正半，你想从哪里开始补？哎，4个方向你都可以。那我先从这里补好了。那这些缺口的地方我们就要细心一点，中间这种小缺口我们就要细心一点去补啊，就用这个笔尖上这个胭脂去补啊，笔尖上的这个胭脂补了一下，我们就要去加一点点胭脂了。好，这样子侧笔过来，笔尖加一点点胭脂，像这个地方我们补充1层过来，再加一点胭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再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好，这样子围过来，是吧？我们慢慢补，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好，补充一些颜色，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那么这一个伸出来的这个花瓣，我们来大一个一点，笔上要有这种提按的这种动作啊，这样子才会画出这个花瓣，它才不会说直接就是一个圆的。来，我们这里再补一笔。那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继续往后啊。那好，我们这是花是不是慢慢的盛开了？有没有慢慢盛开的这种感觉？有没有？来补充颜色，啊！来，里面这些缝隙里面都补上啊，都补上。从这个缺口里面这样补一个啊，不够深啊。笔尖这个缺口里面用这个最深的补上，小心一点啊。笔尖这个小缺口里面直接用这个最深的，用笔尖用胭脂去补。笔尖加一点胭脂。好，这里直接补一个花瓣出来。那这个根部也是一样，补上一点深色。好，还有这些哈，还有这些，只要伸出来的，我们先把它全部都补了，然后我们再去铺外面的这一层。好，笔尖补充这个胭脂，还有把这些缺口的地方都补上这个最深的这个胭脂色。好，我们来补充一个啊，一个层次可能不够，我们可以再来一层，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多一些。好，再来一层，是吧？那这里还有
这一个缺口还有缺口，我们现在这一步是补充这个缺口。玫瑰红没有了，我们再挤一点玫瑰红。来，我们在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停顿一下，然后再来，就不要一直转过来，转成一个圆球啊。来回一下笔，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然后这里补充一个大的，是吧？这个缺口为什么不画了呢？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再来一些层次啊，来一些这种花瓣，小花瓣，小的这个碎花瓣，让它层次显得更多一点点哈。直接这样层次就多了一些，是吧？直接这样子层次又多了一些。那这里都补上，那还有这2块没有补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补充所有的这种缺口。你看这个小小的里面我们也补充一点点啊，小小里面我们也补充一个啊。好，我们笔尖补充了一点点，我们笔尖就要加颜色了，然后我们这边再来补充一层，哎，这个特别圆哈，特别圆不好看，那我们直接把它拉上来，不要让它太圆。好，我们现在该要补上的这个补上的都补上了，是吧？我们这个伸出来的是不是都已经补上了？好，我们这边好，把这边补上一些啊，该包起来了，我们也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把它包起来啊，调均匀哦。刚刚有一些颜色调的不够均匀，像这个地方有一些颜色调的不够均匀哦。来，一样的把这个该包起来，我们全部把它包起来。中间的这个地方直接把它包起来。包起来虽然说一层一层的，但是我们也要有变化，不能说我们直接一圈一圈的过来，一圈一圈过来就缺少了这个变化了，知道吗？来，中间这些我们直接用最深的胭脂啊，用最深的胭脂。这个是中间的包起来了，那我们现在第3步是要做什么？这个包菜型，我们现在中间这一块已经画完了，是吧？那么现在画外面这一圈展开的这个花瓣，展开的这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就是这些花瓣去组成的啊，这些大花瓣去组成的。那么画外面一圈的花瓣里也是一样，一定要看到这个颜色深浅。那现在这一个包菜型的包起来的，你如果就这样子，这个也可以，就完了也可以，它就是一个半开的。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继续把它盛开，我们四周去加上一些这种大花瓣。好，我们加大花瓣的上面的地方我们就加浅色，下面地方我们就加深色。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上面浅下面深？那上面一般花在这个阳光下，阳光的照射下或者灯光的照射下，它颜色会浅一些，所以我们画浅一点的。我们不是要体现这个立体感，我们是要体现这种变化对比关系，颜色深浅物象的虚实的这种对比关系，这样子的这个花它的这个层次感就会出得来，知道吗？
来加一点底色，我们画这个上面的这个大花瓣，我们先画上面的这个大花瓣，来我把这个3绿加进去啊，这一点点3绿调进去，因为这个太红了，因为笔没有洗干净加了底色，所以把这个底色弄得有一点点红。这个底色是前面调的这个太白和3绿调的，但是因为前面我们直接加了，可能笔没有洗干净，上面有一点点带红色。好，我们再画外面一层，来还是笔肚里面有一点点底色，然后再去调这个颜色。我们现在调颜色的时候不要调太多了啊，不要调太多，少调一点，薄薄的一层。就因为我们要画这种浅色的花瓣，但是颜色要调到笔肚，整个笔肚里面有，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花瓣画宽画大。外面一层是大花瓣，所以我笔要睡在盘子里了，把颜色调上来，直接晕到这个笔的2/3，或者是整个笔肚都有，要整个笔肚都有一点点颜色，一点点颜色。然后笔尖要有一点点深的，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光用这一个牡丹红，不是牡丹红啊，光用这一个玫瑰红的颜色也够了啊，光用这一个玫瑰红的颜色也是够的，或者是你加一点点这个曙红进去。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大花瓣，我们先来画一个大花瓣，从哪里开始呢？从这里开始吧，从这里开始。来，直接来一个大花瓣，站过来，笔要有这种停顿的这种动作啊。笔要有这种这个外围的时候，你要按下去一点，提起来一点，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缺口出现啊。这个缺口还不是太明显，所以说调的还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它的缺口没有太明显。没有体现太明显，缺口还是不够大。好，我们这个地方再补充一个翻过去的感觉这一个让它翻过去的，这一外面有一个翻转过去的这种花瓣，这一个又是一个正面的这种花瓣，是吧？你这样子画到外面，它就是翻转过去的这种感觉。如果你想把这里再加一笔，它又成了一个正面的花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花瓣的这种变化。如果你在这里加上一笔，它是不是成了一个正瓣？如果你就这样不加，就感觉是这个花瓣翻转过去的这种感觉啊，是吧？我们再加一点点颜色。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这里再补充一个。好，这里补充一个花瓣。一笔一笔的去添啊，你就一笔一笔的去点，因为你一笔下来，如果说一笔这样下来，它就是圆的，你推一笔点一笔，推一笔点一笔，它这个花瓣的变化就会多。然后你在这个缺口的地方，你再回一下笔，它这个花瓣就非常好了。好像这些缺口里面也是可以回一下笔啊，缺口的地方可以轻轻的回一下笔。好，我们再画一下这边看一下怎么去画啊，加外面的加一层，加一圈这个大花瓣，来加一点点底色，补充一点点底色。我们画一个大花瓣，直接翻出去的一个大花瓣，看一下画在哪个地方。好，直接这样子，我们刚刚有示范过这种花瓣啊。好，中间我们一样的回一下笔，一个翻展回去的一个大花瓣。那中间这个缺口的，我们可以补上一下。这个翻展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待会儿要不要再去
要不再去变化它。来，我们在最后加花瓣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花型哪里需要加，哪里加它好看，哪里加不好看，这个都是要去琢磨的。来调色，补充颜色，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好，这个回一下笔，缺口的地方回笔，但是颜色太深了就先不要回啊，颜色太深了就先不要回。笔尖的颜色太深了就不要回，有些家人回这个笔回的特别明显，那你看一下，我试了一下，它特别深，我就没有回了。好，补充一点点底色，好，我们这里这个缺口，这个补充一下，颜色有点点浅，笔尖的颜色我们可以蘸深一点点，蘸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啊，蘸一丁点胭脂。啊，这里补充一笔，其实它这一笔的颜色有一点点深了啊。那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填上，这个深色的也可以把它闭合。来，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这个下面再补充一些花瓣啊。下面我们补充花瓣的时候，我们就要颜色调的更深一点，到下面这一块颜色就深，到上面就浅，这样子这个颜色深浅变化才会出得来，知道吗？好，我们这里补充一个花瓣啊，我们要笔画一下，看一下这个花瓣补在哪里好。推过来点一下，然后再推一下啊。哎，颜色有一点点调的不够均匀，看到了吗？所以说调色的时候非常重要啊，颜色每一步都要调均匀。一旦不调均匀，我们一画就露出原形了，知道吗？你看一画这个花瓣就看得出来这个颜色不均匀了。好，这里来一个花瓣，这个底下的颜色都要深哦。好，这里来一个花瓣，来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花瓣。这里补充一个，补充颜色，这里再补充一层。这外面这个下面这一层，我们就补充这种深色的颜色，就是颜色要调的更加深一些。回一下笔，有些地方回一下笔。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花型啊，好，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个外围的这个花瓣，外面这一圈的这个花瓣啊，补外面这一圈。
哎，这一笔画的不是这个颜色调的不是很滋润啊，调的颜色没有调好。没有调好的话，我们要去把它调整过来。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一笔没有好而把这一朵花给放弃了。没有调好没有关系，我们再去调整它，去调整。好，这朵花的话，基本上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了。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花瓣的。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个啊，这里再补充一个花瓣。刚开始我们只把中间的这一块画完，它这朵花都可以说是完了的。但是再去补充，它就更加盛开，更加富贵。直接这里需要一个花瓣，我们先把这个花瓣的形状筛出来，然后这个缺口里面我们再填上去。这一笔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当然不是很影响，一点点不均匀没有事，没有关系。再把它填一下。好，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外面上面这个缺口需不需要去把它补充一点点花瓣？补充一笔吧，补充一笔，不要让这个缺口太深了。好，我们这朵花基本上这样子可以了。我们点上一些花心，点上一些花心就可以。再画一个花瓣，这里再加一个花瓣也可以的。来，我们加一个吧，加一个也可以，但不加也行哦，不加也行。我们加一点点吧，加一点点，少调一点点颜色。好，加一下也可以啊，加一笔也可以，就这样也可以，它不会圆。这缺口你看一下，这些缺口，大的缺口、小的缺口，这种方一点的缺口、更小一点的缺口，它都是有缺口的。这种正面的花，它本身就会有一点点圆，正面的花它肯定是圆的，是吧？当然，如果说我们画侧面的，就不要画那么圆了。那正面的花圆一点，但是我们要有变化，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缺口。那这个点花心的话，你就可以就这样子点个3组就可以了。就它就是露出一点点花心而已，因为它是包起来的，包起来露出一点点花心，你可以在这边上再露出一点点也可以啊，这里露出一颗，就这样子，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就可以了，组合的对比关系。今天这个包菜特别漂亮，现在我画这些就完全就可以脱离这个。就是你们到时候也是一样，完全脱离这个真实的花。我们不是在直播间一直对照着这个真花去写生吗？现在就你画多了，你就完全可以脱离这个真花，就是你就自己就能直接能画出一朵这种颜色。你看在颜色上，这些花瓣反瓣有一些比较浅啊，然后中间很深，这个下面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很深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还有这里上面的这些更加浅啊。更加浅，颜色有这种下面的深和上面的浅这种变化出来，这朵花的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个立体感，我说的是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知道吗？然后花瓣有大小，
你看大的很大，小的又很小，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你看这个包菜心呢，它就露出一点点花心，因为它整朵它是包起来的，所以只露出了一些花心而已。